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彼得舅舅，我是嘟嘟。今天我们来做传统口味的黑糖糕，成品松软又特别香，特别好吃。喜欢古早味的朋友就不要错过了。对呀，准备好热水300毫升，传统黑糖200克。我这个是在一间古老杂货店里找到，加入热水内半制化开。这传统黑糖特别香，它一般上多用在制作酵素上。黑糖性温味甘，具有补中益气，很适合老人家食用。先搁置，降温待用。料理盆中倒入普通中筋面粉260克，140克木薯粉，台湾的朋友称为树薯粉，加点木薯粉口感上会更 Q 软。1/4小匙盐，中和黑糖的甜度，这样才会甜而不腻。4克即溶酵母。将所有粉料材料稍微拌一拌。今天这黑糖糕就不用泡打粉了。然后倒入预先备好的黑糖水，此时的黑糖水还是带点温热的，约40摄氏度左右。这温度除了有利于酵母发酵之外，也有助于粉浆拌匀。用刮刀将食材拌匀即可。接着再加入100毫升椰奶，加一点椰奶，成品会散发淡淡椰奶香，特别清香。至于不能摄取椰奶的朋友，只能改用清水替代椰奶了。将拌匀后的面糊过筛，成品会更细致。接着用保鲜纸密封，静置发酵至2倍大。今天我们这里的气温32度左右，所以只需要发酵1个小时左右就够了。待面糊发酵完毕后，预先煮开1锅水，发酵后的面糊是这状态，2倍大，表面还布满大大小小的气泡。加入10克植物油，加一点油，成品才能保持湿润。冷却后也不会变硬。将油拌入面糊内，顺道拉出面糊里头的气泡。拉出气泡的面糊回到原来的体积，加了油关系，面糊整体更细致光亮。拌匀后的面糊直接倒入一个铺上烘焙纸的8寸方模内。倒入方模内的面糊不能太高，太高的话容易将糕蒸至表面开裂。会影响口感吗？不会，不介意的话也没关系。烘焙纸沾点盆里残留面糊，定位。入蒸锅前大力震几下，将面糊里头的气泡震出。蒸锅里头的水必须沸腾，再将黑糖糕放入。表面盖张铝箔纸，虚盖就好，不要盖至密实。最后再盖上锅盖，先大火蒸15分钟，15分钟转中火，再继续蒸15分钟，前后共半小时。时间到熄火，可以直接开盖。趁黑糖糕表面还微湿，撒点炒香后的芝麻，成品比较好看。不喜欢芝麻的朋友就不加好了，没关系。接着直接将黑糖糕取出，黑糖糕出锅后必须马上脱模，这样底部才不会水汽过多。糕边的烘焙纸可以先撕了，让成品快速散发蒸汽。哇，大家来看看，又香又松软的黑糖糕也太诱人了。完成后的黑糖糕搁置2小时左右，降温后比较好切件。我们要来切黑糖糕了，好期待。很开心。底部非常平滑，没有粗糙气孔，整个是软绵绵的。切的时候您会感受到成品非常 Q 弹。糕体里头的组织很扎实，有些许的气孔，淡淡的黑糖香气，加上绵密的口感，好吃，不粘牙。很开心，很感动。舅舅终于找回小时候的味道了，加上一杯香浓的黑咖啡，真的感觉很幸福。蒸熟后的黑糖糕当天享用最美味，吃不完的可以用个保鲜盒装起，放入冰箱冷藏，可保存2-3天，使用前蒸个5分钟就能享用。
冷冻可以保存1至2周，不需解冻，蒸个20分钟左右，还是一样美味。大家就试试吧。嘟嘟来了。大家好，我是彼得舅舅，欢迎大家回来我们的频道。今天舅舅来做个很好吃的五香芋饺，因为外皮舅舅没有添加臭粉，没起丝，但是一样很酥脆美味，大家可以放心享用。一起来看舅舅怎样做吧。那就马上开始。首先，将净重600克芋头切成薄片，尽量选用外形椭圆的槟榔芋，比较松化好吃。这芋头不要切得太厚，方便蒸熟。大火蒸20至25分钟。时间到熄火，用筷子测试芋头熟度，筷子能插入，即是芋头够熟够软了。趁热取出，压成泥状。今天这芋头粘性高，感觉水分有点多，一般说法是不够粉，说明这芋头还是不够松化，油炸后也不容易起丝。可以补救吗？其实这时候可以加入1个蛋黄，增加卖相，但是考虑到是自家享用，舅舅就省略了。取出成面粉100克，舅舅选用这牌子，一般超市或杂货店都能找到。100毫升清水，煮至沸腾，趁热倒入成面粉内，快速将成面粉拌成熟面团。接着将面团倒入芋泥内，再一起揉匀。揉成视频中这状态就可以开始调味了。半小匙五香粉，芋头加上五香粉，香味特别。半小匙胡椒粉，1小匙盐，1大匙白糖，1小匙麻油。先将所有调味料揉匀，最后再加入70克猪油，这猪油可以预先室温软化，比较容易揉入。没有猪油的朋友可以用一般食用油，或在市场上购买的白油替代，但是完成后的成品就没用猪油来的酥。一般点心楼专业师傅为了达到外皮起丝效果，会在最后这阶段加入少量臭粉，一般家庭是不建议使用。揉匀后的面团冷藏4个小时，趁着空档来准备内馅。150克鸡肉切成小丁状，鸡胸或鸡腿肉都行，先几片，再切成条，最后再切成丁。切好后备用。2朵香菇预先泡软，一样切成小丁状。虾仁去肠去壳，净重100克，切成小颗粒状。将所有食材切好备用。锅内倒入3大匙，约50毫升食用油。炉开，将葱末与蒜末各1大匙，中火爆香。一直油爆至葱蒜末表面微焦，溢出香气，再将其他备好的食材逐一加入。香菇、鸡肉丁、60克杂蔬豆，这在超市冷冻部就能购得。最后是切过的虾仁，将加入后的食材炒匀后，就可以开始调味了。半小匙胡椒粉，半小匙糖，半小匙鸡精粉，半大匙蚝油，
将食材与调味料炒匀。淡小时黑酱油上色，避免口味过咸，记得选用甜口味黑酱油。接着再将内馅食材炒熟，因为最终包好的芋饺只需油炸1分钟左右就上锅了，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内馅必须要炒熟。整个拌炒过程约6至7分钟左右。起火前倒入半小匙麻油添香，在1大匙玉米淀粉内加入2大匙清水拌匀，倒入炒香的内馅勾个芡，让完成后的内馅更顺滑，而且不那么松散。炒匀离火，倒入料理碗中，待凉备用。取出冷藏了4小时后的芋头面团，在案板上撒一些干粉。这是用成面粉吗？是的，先将芋头面团揉一揉匀，接着再匀分成小剂，每小剂约40克。将每小剂面团搓圆待用。取出降温后的内馅，将芋头面团用拇指腕稍微按扁，不需按得太扁，约半公分左右就好。锅扁的芋头面团油炸后不酥，勺入适量内馅，约20克左右。将面皮对折，再轻轻研食，这封口必须研至密实，油炸后才不会露馅。照着视频内做法，一直重复至完成。此食谱完成后共20个，内馅用尽，配搭的刚刚好，一点都不浪费。油锅里油烧热，油必须够热，油炸后才不会散开。将匀分后多出的1小斤面团放入热油内测试油温，小面团浮起，不散开，不变黑，就油温此时约180摄取度，说明这时候可以开始油炸了。分少量多次油炸，比较容易处理。只需油炸约1分钟左右，芋饺颜色转褐后就能离火上锅。此食谱完成后共20件。芋饺外皮起丝有3要点：一是芋头必须足够松化，再来是选用猪油，最后是添加一点臭粉。所以如果您在家做芋饺达不到点心茶楼的起丝效果，千万不要气馁，不是做的不好，只是条件不足的关系。完成后的芋饺，趁热享用最美味。热热的，还很脆哦。是的，10月后的芋头最松化了，是一整年吃芋头最佳时候。最后，谢谢大家陪伴。如果您喜欢我们的频道，请帮忙订阅，谢谢大家。我们很快再见。